我是鹤开马路老寨，沙农名叫纳朵。啊，你不要看到。大家好，我是一个坝坎年的茶农，我的名字叫小宁，欢迎以后大家来到我坝坎年63号那里来喝茶。哈哈。哦，找你好。你在那么好。嗨，大家好，我是南路上的茶农，然后今天到茶园这里，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茶树跟这个茶叶。我是布朗山味东的杨海妹，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来我家做客，品好茶，看好景。这是我们在2023年里第一次到版纳拜访我们茶山上的朋友们。鹤开是我们的第一站，虽然之前有几次到过鹤开，但在这个可以眺望整个鹤开的观景台还是第一次来。你看这个是你没见过吗？茶树上有的。大家好，这是我们的古茶园，今年茶叶怕打扫，现在树花了一点点。就是从早春茶到现在采了30-50个，3到5次。3到5次。哦，就采了这么多啊？是啊。谢谢。离开鹤开，继续往我们的目的地出发，老曼鹅。那个也是，这边要改。昨天上午我们到了这老曼鹅的寨子，然后去了艾桑南哥家做这个茶叶的专访。艾桑南大哥，就是你们自己家的话，就是茶园一共是有多少亩？我们有100多亩。就是你们自己家？我们自己家100多亩。100多亩，常年1年มัน会采的1吨多干茶。干茶的今年มันทั้ง有的干旱的今年มัน常年有的低一点，少一点的嘛，常年少一点的，今年มัน得100多斤。常年处的一般呢。我们这边的茶叶今年比去年好一点，今年มัน比去年更香，更甜。我们这边跟那个外面的茶特别那个口感不一样。我们跟那个每个地方的山头不一样了嘛。对对对。然后你觉得老曼鹅最有特点的那个滋味是什么？滋味啊，滋味是苦，是苦啊。对对，很多人说老曼鹅的茶是比较苦的。但是今年那个就是那个老曼鹅苦茶是和甜茶有什么？它有地理上的区别吗？还是就是茶科你要看分别每一颗茶科，你可以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那个山头不一样，一些每个块地不一样。有一些甜一些苦的嘛，这是分开了嘛。一些那个方向不一样了嘛。方向我也知道了嘛。可能四面后面也大部分是苦。来我们这边的邦江这边嘛是甜。这茶地肥料啊、农药啊也不打。我们这边嘛是生态了嘛。生态茶园。是了嘛，不打农药，不允许啊，或者政府里面的是一样，不允许打了嘛。我看这个土质啊，就是我觉得，就整个就是你来到这个茶山，就是感觉很凉快，比较凉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就出这么好的这个茶味，也是因为跟这个土质的关系。老曼鹅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布朗村寨，一个人们淳朴热情的地方。我想，即便你到过几次，也会和我一样，还想再来吧。
这是第一次到班浪村的巴卡乃，也是第一次与制茶小弟见面。制茶地的路有一点不一样。观光小明家的古茶园中，我发现这里的每棵茶树上都长着不少的蕨枝。我见过茶树上有生长的蕨枝，但每棵茶树都有很多还是头一次见。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茶树和这里的茶农带来麻烦呢？我现在在那个班章舞在巴卡乃这个寨子，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跟着这个我们的小明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当地的茶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吧？好，前这个小明有几岁了？跟这些茶友的话，就介绍一下自己吧。我今年23岁。23岁。然后你是本地的是吧？是，我是本地的。好。然后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茶叶的？我在2018年开始做这个茶叶的。2018年。对。2018年就开始就是做自己的小作坊了。对。2018年。好，就是你以前是在哪里学做这个炒茶？是有当地的政府啊，或者有什么组织来教你们做这个茶的吗？是以前在那个班章村委会新班章村委会那里，在那个1号李成东家在那家学的那个茶叶是他们教我们的。你在那边学了多久呢？我在那里学了一个春茶。一个春茶。然后你从18年就开始做自己的小作坊了。对。那现在你觉得你的手工，就是你的制茶工艺有没有成熟，或者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呢？我觉得我做茶的那个地方还是要的提升自己，还是我感觉炒茶叶还是炒的没感觉，我自己感觉是炒的没那么好，还是要向给大家学习一下吧，会有。对，就是年轻嘛，是吧？都可以多一点做试验，就是以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方法的话，把自己家的茶叶炒到最好的这种，是吧？对，想把这个茶叶搞得更有优。所以你这就是你18年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这个时间经验了，就是你觉得就是你们这边的茶叶，你有没有跟其他地方就是做过比较呢？我跟那个巴卡诺和那个我们这个大益茶厂的，还跟那个金茂庄他们，我也是跟他们做比较对过，然后感觉还是自己炒的还是跟人家感觉还是跟不上的那种炒茶叶。这个做工还是你不太满意自己的做工，但是今年的话，你觉得你自己的做工怎么样？今年的话，反正还是比较满意一点嘛，反正自己做工，反正比去年哪一年的感觉比较好一点，一年比一年提升一点。新谈好的。我们一天上趟吃饱的。对啊，金门北，两个都红。还有不让没有？报警了没有？我们那个不报警啊，那他就报危。好像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来这里。说你们年轻人心肠好。因为哪个地不考，而且我可能考。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边的茶园，这边呢是南斗山半坡老在这边的海拔是有1600多吧。给大家看一下这棵100年的古茶树，然后这个就是时间跟岁月的洗礼了一种，这边是应该是被树砸到了以前。那你们这块茶地的话，产量今年是做出了多少个茶叶？今年就100多200公斤左右，今年减产嘛。今年是基本上每个茶商都减产比较厉害。
今年没雨水，比较旱。往年是，如果按往年正常是300-400公斤这样子。今年减少了一半以上。一半。半多。差不多一半了。对，景迈山也是。对，很多地方都这样。我是南麓山这边哈尼族，也是本地就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我名字叫大巴。然后欢迎大家以后有机会过来南麓山这边来找我，来喝茶，一起聊聊天，跟玉柏威廉因为大家都是朋友嘛。如果是平常我们哈尼族那种正装嘛，穿的好那个。这个是手工陶。你们家现在都是做手工的吗？我们家是绑手工那种。我叫杨海妹。我们布朗山卫东是从1960年从老邦章迁出来的，然后因为在老邦章那里土地比山坡太高，然后没有水流，我们是为了吃饱饭才从老邦章迁出来的，因为我们是要种水稻嘛，所以是卫东那里有一条河，我们就从老邦章搬出来到现在的位置，差不多也是有60年左右的时间了。我是从那个一个姐姐那里，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姐姐，我从她去她家以后，我就觉得原来茶是有好几种味道的。我之前是不知道，我之前只是觉得那个茶只是用来解渴的嘛。然后我觉得喝了跟他们一起上班以后，我觉得每个茶商的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想去探索一下，好奇心嘛，就想去喝每一个茶商的不一样的那种口感，所以我就慢慢的喜欢上茶了。然后就没有跟他上班以后，我就辞职回家以后，我就自己开始回家里面采茶，然后制茶。还没有想，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家一共差不多有多少亩茶？差不多70-80亩左右吧，加上小树嘛，现在开始种的那些蔬菜的话，就70-80亩左右。全部都在那个拜棚。就是在卫东，有一部分是在那个班章后山那里，我们以前放牛的地方，那里是离班章很近。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搬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那个现在的位置跟离那个又太远了。以前没有运输的工具嘛，因为我们是要把那个粮食运到那里的话，我们只能靠马或者是走路来运输那个粮食那些，然后所以就太累了，没办法，太费时间，然后我们就又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为了方便运输嘛。所以那个班章后山那一片我们是没有种地，一直放的。然后现在这2年，差不多10年了，我们开了这小树。然后在紫州边的这一片呢，就是我们刚开始下来的时候就种有沙，也是差不多60年。我是布朗山蒙朗的一个茶农，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家不止山美景美，还有好茶。3天的茶山行好匆忙，但和以往一样，每次到茶山来都有满载而归的收获。如果你有时间就到茶山来吧，待上3-5天，和茶山的朋友们一起采茶制茶，感受茶山民情，品味源头风土。